长荣啊，你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喜欢的航空公司之一，真的。但你为什么要在我的商务舱初体验背叛我？对不起，让我再难过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今天非常荣幸要带大家来开箱长荣航空的商务舱啦，来，请大家给我一点掌声。没错，这也是我 first ever business class experience， 超级无敌期待。但各位不用担心，这个频道以后还是会以经济舱开箱为主，毕竟大部分人出行还是搭经济舱居多嘛，所以我也希望我创造的内容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的。不过，身为航空系拍片仔加航空迷，没搭过一次商务舱好像也怪怪的吧，所以这次就拿我从小搭到大的长荣来破处吧。我这一次商务舱呢是用长荣25000里程换的，是我过去几年辛苦累积到的哦。全程从大阪经台北飞新加坡，所以一共会有2趟商务舱分2机。第一趟大阪台北搭乘的是长荣的787，第二趟台北新加坡则是长荣的777-312。特地选了2种不同的机型，这样长荣最好2种座椅都可以开箱，好兴奋哦！那我们就赶快跳到出发点吧。今天的出发点是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KIX， 这座机场很特别，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因为当时大阪一丹机场已经不堪负荷，大阪市区也没地方盖机场了，所以日本人就直接把选址设在大阪湾里，把机场盖在一座人工岛上。能盖出这种规模的离岸机场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但这座机场有个尴尬的小秘密，它其实正在下沉，因为岛是填出来的，地基逐年下陷，启用以来已经下沉超过13公尺了。所以现在日本也很努力的在给它套救生圈，希望减缓下沉的速度。再来就是 KIX 呢，一共有2个航厦，全服务航空公司用的是 T1， 廉价航空公司则是用小小的 T2， 其中的 T1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航厦哦，一共长 1.7 公里，很适合让你离开日本之前，把你在日本真的肥甩掉一点。那今天飞的是长荣，所以我们就来 T1 报到托运行李吧。我提早3个多小时就到机场了，但长荣的柜台居然还没开。我查了一下，发现长荣在大阪关西机场都是提前2.5个小时才会开柜台，这点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不用太早来机场哈。还是我们来登记这个长荣航空。等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Long Air 浙江长荣航空公司，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家航空公司，蛮有趣的。不久后，长荣柜台一开，爱排队的台湾人就直接涌上去了，太可怕了！不就还好，我今天搭的是尊爵不凡的商务舱呢。各位庶民们，本大爷就不客气的跳过你们了，哈哈哈。长荣一共有4条报到通道：钻石卡、商务舱、Backdrop 的经济舱跟 Check-in 的经济舱。钻石卡跟商务舱的有地毯，让爱慕虚荣的我有满满贵宾的感觉。而长荣在大阪使用的也是 ANA 的地勤，再怎么说，毕竟还是星空联盟的麻吉嘛。那托运完行李后，我也顺便拿到了我安检的快速通关。怎么说呢？感觉真的很奇怪。不管是走商务舱的报到通道，还是安检的快速通关，都让我觉得资本主义的世界真可怕。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到这里还没完，在大阪机场过完安检后，就会先经过一大批的 duty free， 这里简直是战场，人多到不行。还好没人拖我买东西 ，so I'm literally duty free， 赶快跑走。好，接下来就是商务舱的一大好处，可以去贵宾室。在大阪关西机场的话，长荣商务舱唯一的选择就只有 ANA Lounge 啦。但其实在这支影片播出的时候 ，ANA Lounge 已经关了，只开到2025年5月31，之后就会改去 KIX Lounge Premium 跟 KIX Lounge Kansai。但大家其实不用太难过，因为这个贵宾室其实没有到很好。贵宾室整体不大，能用的设施也不多，也没有淋浴，只有印表机、一个小小的电话室，还有抽烟的房间。完全能想象人多的时候，这里可能真的会满出来。椅子的话差不多长这样，几乎每一个都有附充电。View 的话倒还可以，是可以看到一小部分停机坪的，也可以看到飞机起降，所以小加分。再来看饮食的部分，喝的话有各种酒水、咖啡机、啤酒机跟各种软饮，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热食，比如说炒面、汉巴谷、咖喱饭，还有这个看上去不太美味的豆制品。旁边还有饭团啊、豆皮寿司啊，跟一些 pastry， 大概就这样。其实选择蛮少的，但有食物吃我不挑啦。整体都还是蛮好吃的，食物没了也很快会补货。其中我觉得好吃的豆皮寿司值得一个特写，啤酒机也很好玩，能够倒出完美有气泡的啤酒。然后我想顺便问大家，吃咖喱饭是半派还是不半派的呢？我是不半派的，我觉得半派的都是奇怪的人哦。然后我忘记讲，这个贵宾室也有提供 ANA 版本的 Beef Consomme 哦，跟日本航空那集喝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人一种较有的东西 ANA 也一定要有的感觉。不过我个人觉得日航的比较好喝 ，ANA 这个对我来说太清淡了。好，以上就是贵宾室，吃完东西我就出来看飞机了。KIX T1 是个蛮适合看飞机的航厦，刚好可以看到刚刚抵达的长荣777-312，果然大就是正义。但我在欣赏这台飞机的时候，我慢慢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就是为什么这台飞机开进了我等一下的登机口啊？我还特地确定了一下我在对的地方，我这时候才发现
好被换机型了。这一趟我原本专门订787的，怎么说换就换？没有提前看机型有没有变动，当然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问题啦，但我也完全没收到长荣换机型的通知。哇，我好难过。当然我不是在说777的商务舱是不好的，但我这样787的商务舱影片直接蒸发呢，而且椅子也从比较新的变比较旧的，跟我第二段飞新加坡也有重复。长荣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难过。怎么说呢？这种真的也没办法，临时更换机型本来就是航空公司保留的权利，这种时候真的也只能认衰。所以各位，如果真的很在乎机型的话，自己要提前留意一下哦，有变动才能及时做出更改。我后来也有用我破烂的中文把这回馈给长荣，但也只获得了一份非常有礼貌的“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转告给相关单位了”的回复。好啦，虽然不是预想的飞机，但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怎么可以让这毁了我第一次的商务舱体验呢？我们把787划掉。这次的机型是777-312，长荣目前一共有33台的777-312正在赚钱，平均机龄大概12岁，是长荣机队中的绝对主力。那之前其实也已经开箱过这个的经济舱了，大家也记得去看哦。今天这台 B16738才8岁，算是其中的小弟。3舱等的配置一共设有39席商务舱、56席豪金舱以及258席经济舱。39席的商务舱也共享3间厕所，1:13的比例很漂亮，基本上上厕所是不需要排队的，不愧是金钱的力量。OK， 准备来登机吧。商务舱嘛，基本上就是无障碍后第一梯登机的 Group One。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呢。这次走的是左边，嘿嘿，真是太让人兴奋啦！长荣的777-312商务舱 feature 的是121布局的反鱼骨式 Zodiac Serra Seats。这个椅子的好处是很公平，每一个位置基本上都一样，不会说哪一个一定比较好。我会说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7K， 因为看起来好像少一个窗户。那我今天坐的是 9K， 来看看椅子吧。第一次坐，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首先，椅子的材质，头枕是皮革材质，而椅垫椅背则是舒服的 fabric。上飞机时，椅子上就已经放了拖鞋、巨大的枕头，还有耳机。第一步当然是 make myself home， 把这个软绵绵的拖鞋换起来，袜子就不脱了，再脱大家就要被我臭脚熏死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伸直也大概到一半而已，绝对不是因为我的脚短哦，商务舱空间就是这么大。再来看看头罩式的降噪耳机，上面写着我很干净。耳机的牌子是闪电吗？没听过的牌子，但戴起来蛮舒服的。我觉得降噪效果没有 AirPods Pro 来的好，但还是很堪用啊。当我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空服就过来问我迎宾饮料想喝什么，气泡酒、果汁、茶都可以点。那我点的是气泡酒，因为即使我没有很爱喝酒，商务舱打卡大家不都会拍一张香槟的照片吗 ？And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人生 bucket list check。旁边还附了凉的湿毛巾，让你擦擦手、擦擦脸。不过其实我以为这些都应该要是热的，是跟出发地的温度、气候有关吗？求解答。我们再回来看椅子，椅子的头枕很大一片，可以上上下下的同时，两边也可以折起来，让你的脖子有多一点的支撑。靠走道那边有一个可以调整的扶手，压起来很顺，不会卡卡的。靠内侧只是有个放手的空间，让你的2只手都有一个小夹。然后因为反鱼骨式的座椅，安全带靠走道那边会长得跟大肠一样，所以你如果往前飞的话，就不会那么痛。收纳的部分靠走廊下面有个 literature pocket， 里面放了一个呕吐袋，一本想赚你钱的杂志，还有安全须知。直直往上走的话有一个 kotak， 靠内侧的话有一个大平台，跟一个应该是拿来放水壶的小空间。但耳机壳很定得，刚好又塞得下，所以我就把它丢进去了。下面脚边的话还有2个置物空间，被我拿来放拖鞋带跟斜背包。然后别忘了楼上置物柜也可以放哦，基本上一人用一个，能塞满的话算你厉害。OK， 还有啥？你的旁边是你的控制室，这个像 PSP 的是你的随身迷你娱乐系统加遥控器，它是触屏的，你可以拿它来操控眼前的娱乐系统，但你也可以拿它来看影片。起飞降落前面大萤幕要收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你的好朋友。这个遥控器还可以拿来控制头灯，还有呼叫空服。有趣的是，虽然有2个头灯，但只有1个会亮。长荣是省电达人。那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头灯的话，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扭来扭去的灯，可以让你的座位非常好。再往下面走就是各种插孔，有一个耳机孔，2个 USB， 还有一个万能插座。我想这就是商务舱跟经济舱的差距吧。最后来看看整体机舱给人的感觉吧。这个椅子比较大的弱点就是没有门也没有隔板，所以隐私感比较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前面摆着一幅感觉会在阿嬷家看到的画，然后也可以看到今天完全没有坐满。想知道为什么吗？原本的787就塞不下那么多人哦。好了，停止。考大家一个小知识，你知道椅子下面这个凹进去的地方是干嘛用的吗？这个其实是给空服踩的哦，就可以更容易够到上面的置物柜，是个非常贴心的设计。OK， 喝完迎宾饮料后，飞机就就准备起飞喽。能用这个 view 看 GE90真的是我的荣幸。要跟日本说拜拜了，好难过，但我会回来的，毕竟我还想早一天来开箱 ANA 呢。
趁食物来之前，赶快来看看娱乐系统。娱乐系统是可以被收纳的，按旁边这个按钮就会弹出来，压回去就可以收起来了。尺寸大概这样大，灵敏度很不错。然后我好喜欢这张日本的照片，完全就在叫我该订下一次的机票咯。长荣娱乐系统的内容跟其他航空公司比的话，就中规中矩，有117个电影选择，也有电视剧、音乐、游戏跟现代的飞行地图。你想花钱的话，我想长荣也是非常欢迎的。另外，如果你今年8岁，这里也有你专属的页面哦。当然，如果你28岁想用这个的话，我也不会阻止你，我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不过今天最重要的还是之前2只都打不开的菜单，这只打得开吗？噔噔，打开了，真的不愧是商务舱。那说到菜单，其实一上飞机就会有2个纸本的菜单放在你的座位上，一个是食物的菜单，跟一个饮料的菜单。空服也会在起飞前来跟你确定餐点以及配餐要喝的饮料。那我是早就提前在网络上选好了，所以空服就只是跟我确定一下。食物的选择有日式、西式跟中式。中式是鼎泰丰的牛肉面哦，我原本有考虑，不过感觉好像很多人拍过了，所以我就算了。而且从日本出发的话，感觉还是得吃日式才对吧？所以我就选了只有网上预定才会有的日式烤牛肉。我光听到那个柚子马铃薯泥，我就整个受不了了。至于饮料的部分也是蛮齐全的，各种酒啊、汽水、茶、咖啡都有。有选择困难的我就让空服给我推荐，等一下给你们看我点了什么。OK， 来吃饭吧。餐桌呢是从旁边这里拉出来，是折叠式的，摊开来后真的变超大，感觉都塞得下我搭不到787的悲伤了。餐饮服务开始后，空服会先来铺一层桌巾，顺便给你放在腿上的餐巾。等一下，折这个人是刚当完兵出来是不是？这方方正正的角角太让人纳兹卡西了吧？我觉得可以，折这样可以18了。那准备就绪后，空服就会先上饮料，有为了搭配我点的日式餐点的日本清酒，还有空服推荐的一个 mocktail 琥珀之梦。清酒的部分我果然真的没有到很爱，不过小瓶的清酒跟可爱的小杯杯真的很适合拍照。然后琥珀之梦其实就是苹果汁加姜汁汽水加蔓越莓汁加柠檬跟冰块弄得漂漂亮亮，喝起来味道很特别，有点像在喝糖果，但我觉得蛮好喝的。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饮料之后就是主食啦，哇，就问你漂不漂亮？不管是食物本身、摆盘跟餐具都是艺术品哎，而且你看是铁质的筷子哦，光是餐具的选择那个味道就对了。我们先从这一碟开始吧。这个漂亮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吃起来滑滑 QQ 的，口感很扎实。不过我完全吃不出来是什么，有人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讲吗？然后是这个猪肉包某种内馅，我还是不太清楚是什么，但很好吃哦。你看我有摇头。还有这个像甜不辣的东西，沙老师的触手，有点咸的鱼跟有酒味的腌制物。没错，我跳很快，因为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思考我到底在吃什么，我真的超废。但我想这就是吃艺术品的代价吧。还是来吃我知道的东西好了。鲔鱼生鱼片淋一点可爱的酱油是好吃的，但不要期望它是那种高级入口即化的生鱼片，以飞机上来说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是这个淋了一层勾芡的小菜，里面有章鱼脚、花花胡萝卜、芹菜跟马铃薯，一个一个吃掉。最后我们迎接主菜登场，全名为青椒味噌日式烤肉搭配柚子马铃薯泥。没错，好吃的东西名字都特别长。看看这个肉那么厚诶，吃起来真的超爽超满足的。但我其实更想提名一下这个五菇，不要看它一脸无辜样，但它超级甜哦，我的天哪！搭配一点白饭真的是完美 combo。最后是柚子马铃薯泥，虽然名字很好听，但吃起来其实没有到很惊艳。我只能说蛮特别的，可能我期待值太高。论马铃薯泥的话，真的让我惊艳的反而是国泰航空豪金舱的马铃薯泥，超级无敌好吃。之后会上这一支的开箱，所以别忘记订阅哦。主食的最后当然是以味噌汤收尾，这次喝的是真味噌汤，不是日航那个喝起来有点奇怪的粉泡味噌汤。其实到这边我就已经超级满足了，完全忘记还有甜点呢，我都忘记在商务舱是分批上的。甜点是草莓口味的 mochi， 里面包的是像 mousse 一样的东西，超级好吃，直接被我秒杀，2口就没了，这才终于结束这好吃满足的一餐。来快速总结一下，我得说商务舱的飞机餐真的是不同 level。你在经济舱吃飞机餐是 eating， 但你在商务舱吃飞机餐是 dining， 完全就是2个不同的体验。但其实只要是飞机餐我都不挑了，面包配奶油放心吧，你还是我的最爱，我马上就回来吃你。肚子快爆炸了，所以起来活动活动，顺便来看看厕所吧。商务舱的厕所有感的比经济舱厕所大很多，不仅厕所保持得很干净，卫生纸也都是折好的，有3面镜子给你照个够，水温也可以调整，该有的设施也都有。baby 换尿布的地方，给洁癖用的马桶垫、面纸、插座、纸巾、纸杯、卫生棉跟呕吐袋。
瓶瓶罐罐的话则是 Aqua Colonia 的 Hand Wash、Aroma Mist 还有 Body Lotion。我对这些牌子真的不太懂，但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以2小时的飞行来说，这个厕所很棒了吧？我唯一不懂的就是这个是拿来干嘛的啊？我猜是不是擦屁股的时候给你拿来放手机的呢？好像其实蛮贴心的。好，回来座位后，我要来解锁另外一个成就了，就是在飞机上躺平。餐桌旁边有一系列按钮，让你可以调整你的座椅，操作空间跟弹性还是蛮大的，基本上想怎么做都行。完全躺平后，可以看到我175的身高是碰不到底的，底部那里看上去有点窄，但老实说，我觉得实际躺起来蛮够用的，但也可能因为我太矮。枕头很舒服，完全不输家里的枕头。至于棉被的话，虽然没提供，但我相信你主动问的话，空服还是会给你的。之后休息时间关灯后，就可以看到天花板满天的星星，太浪漫了吧喂！我感觉我可以盯着发呆好久好久。What a stellar feature！但我还是做起来一点好了，刚吃超饱，现在躺感觉等一下会吐出美丽的东西。用最后这一点时间顺便提一下机上网路吧。之前影片就讲过了，长荣的宽体客机是可以联网的，不管什么舱等都可以免费使用30分钟。商务舱在这点也没有特权，一样30分钟免费而已，想多用的话就要给钱。不过最近长荣改政策了，2025年7月到9月有限时推广。长荣航空于787、777与 A330 全舱等提供机上 WiFi。推广结束后，基本上你有长荣的会员都还是可以继续免费使用不同程度的网路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好啦，说到这就差不多也要降落了，2个小时真的太快了啦！下降的时候，飞机会播一点爵士乐，空服也会再发最后一次糖果，给这次商务舱体验画上一个漂亮的 ending。And with that， 欢迎回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日本是非洲猪瘟非裔国，所以下飞机记得拿这个哦，这样你就可以快速抵达行李袋，然后以第一批的身姿拿到你那里面有 priority tag 的行李，默默的暗示等行李的各位，你是搭商务舱的孩子哦。总结来说，虽然我还是很骚体被换机型这件事，但不得不说，长荣的777商务舱还是很骚的。不管是快速通关、贵宾室、迎宾饮料、无限的腿部空间、大屏幕的娱乐系统，可以看到引擎的视角、浮夸的飞机餐、可以躺平的座椅，这一切都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没有搭过其他航空公司的商务舱，所以不知道怎么对比。但我还是非常开心，有生之年可以体验一次商务舱，而这次体验也让我非常满意。别忘了，我还有第2段飞往新加坡的行程哦，一样是长荣777-312的商务舱。虽然机型跟座位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从长荣主场桃园机场出发，还是有很多可以讲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会隔几支影片后再上。下一集我想来开箱因为各种错误原因而人人皆知的马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哦。好啦，这支影片就这样，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分享、收藏、订阅，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